这两天台湾又变冷了，宜兰这边很明显，台北其实也蛮冷的。昨天我去台北处理事情，到那边发觉衣服穿太少，因为时间比较久，后来甚至还有一点点感冒的感觉，冷到不行。我把剩下的这个有关美味的定义的第3篇把它讲完，讲完了之后呢，再来谈如果把酒搭餐进来的时候，所谓的美味该怎么变化，会怎么样的变化？然后我提说里面有一个矛盾的东西，这个我会在今天讲完，最后把那个我的疑问提出来。那前面2集，第1集因为我有打广告，所以比较多人看。可是那个总共3集吼，第2集我谈的是，因为我总共要讲6个有关美味的定义里面，我归纳出基本的有6个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谈。但是我当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3000字左右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往下提了。那个可能也许以后我有心情再写的更详细，或者是用 YouTube 来讲，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这样会比打字要轻松，因为现在打字是真的很麻烦了，年纪大了就知道了，然后要戴这种老花眼镜了。美味的定义呢，前面4个呢，讲的分别是这个，第一个是温度哦，温度好，第2个是要有平衡性，第3个是要有第2个是要有复杂性，第3个是要有平衡感。那平衡感跟复杂性怎么去拿捏？我有解释了，在第3点的时候我也特别去解释。然后第4个是所谓的浓厚这个浓厚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在录第3点跟第4点的那一集，就第2集的时候，我在同时谈这个平衡性还有这个浓厚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谈，所以上一期就将近1个小时左右。我还是要强调一句就是说这个频道目前为止，即便未来有什么开通频道或开通会员，那个我不打算靠这个去赚钱或什么的，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讲得很好，而是因为我的习惯是讲这些东西，我会带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我也不会去做什么特效广告的。你如果觉得说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就看，因为他毕竟讲的是比较偏向要真的要对酒，不管清酒、葡萄酒，或者是那些烈酒就日本的烈酒，或者是西方的那种 whisky 啊、白兰地啊、其他的那种酒、兰姆酒等等，那些东西你要真的有足够的习惯。现在很多人是，我觉得比较极端，就是滴酒不沾，或者是真的喝得很狂醉狂饮。滴酒不沾我没有意见但是狂醉狂饮的那种我不喜欢，所以我不会提倡说大家一定要喝酒。但是你想学，或者是说你想要增加一点情趣，或者是你把它简单讲，日常生活中我们难道你就说你滴酒不沾，难道你以为你的生活中就完全没有酒吗？不可能，除非你吃饭这个全部都是烫青菜，而且烫青菜就是只用简单的油，简单的那个盐，大骨汤盐要稍微拌一拌而已，不可能这样的。不然你吃在外面吃饭任何菜，它加一点米酒里面就已经有酒了，你不可能滴酒不沾的，除非你过敏。我想过敏不是起酒疹，是说真的等到我把这些讲完之后，我慢慢还会再提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就是
跟酒很有关系，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很有趣，因为我收集了大概10年的，看了一些新闻，然后我就会写出我自己的心得。那些新闻呢，跟酒有关，但是很多都是有点趣事的、有趣的事情的这种文章，我会下评论。那这个东西到时候我再念给各位听哦。第5点呢，就是美味的关系，美味的定义里面的第5点呢，我的定义是独特性。独特性就字面上来讲很简单嘛，就是你的菜，比方讲说一个番茄炒蛋，或是一个凯撒沙拉，这种中菜或者是西餐，或是日本菜，日本料理，我不要讲寿司，因为寿司那个牵到鱼料问题，我想味噌汤好了，那种都是很平民性的料理，那几乎你到比如说在台湾，在西方的餐厅，西方的一般的餐厅哈，或者是在这个日本餐厅，几乎日本的那种家庭料理馆子呢，这些东西几乎都会有。所以，我这边要讲的独特性，并不是说，所以我们就不要，假定我是经营餐厅的，所以我们就不要有这些东西，不要有味噌汤，不要有凯撒沙拉，不要有这个台湾的我刚刚讲什么讲完我就忘记了卤肉饭吗还是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哦，就是说，独特性对我来讲是说，可能当然有可能是只有你有，就是你的店里面有，或者这家餐厅里面有，或者是你自己在调理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不能讲家常小菜，就是你自己的得意的菜色，别人做不太出来的，做不太出来的，不是说不晓得那什么东西，不是把它打成一滩泥这样，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可能有你的诀窍在里面，所以独特性，换一个角度讲，其实就真的就是更美味的意思，就是说。明明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你煮出来会比别人更好吃？那你说那不是跟前面的一样吗？对，所以遇到后面的东西，其实比较像是前面我讲那些理由的一个总和。当然，你说总和在一起，所以产生的这个独特性也可以，或者是你发明新的料理或者新的烹饪的方式。讲一个大家比较少接触的哦，我其实接触的也不多，但是我对这个没有很有兴趣哦，就是所谓的分子料理。分子料理算不算独特性？算。为什么？因为在还没有我讲到的时候还没有出来之前，呃，他把分子料理简单讲就是利用科技的进步，设计一些仪器，把某些料理的你联想到，比如说你看到一颗鸡蛋，你就联想到它会什么味道。假定我们都不是假定的，我们都吃习惯了，看到一个番茄是什么味道，看到一个苹果，看到一个西瓜，看到花椰菜是什么味道，你心中就已经有定见，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定见，因为你熟悉嘛。可是分子料理就是改变，就是把外形跟这个实际上的味道把它分开了。怎么做呢？就是他去可能把别种东西的利用这种科技方式，把它的那个味道，简单讲，我用萃取2个字好，把它萃取出来。这中间只用那种科学仪器那样的东西哦，而不是说什么浸泡，不是什么，然后把这些味道呢，用别种的食物，然后把这个味道加进去，加进去之后呢，这个或是把它做出不一样的形状出来，也就是说你在吃之前，它看起来可能像鸡蛋的样子，一颗这样圆圆的、白白的这样，可是你切开，结果里面其实它就是吃起来的味道呢，就是完全不一样，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分子料理，这是其中一种方式啊。那或者是你甚至可以广义的去解释说，所谓的分子料理就是以往的所谓的传统的
火和锅子哈，不管是东方的锅子、日本的锅子、西方的锅子，那种比较不能讲原始，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煮菜的方式呢，它甚至导入了一些科技的一些仪器在里面去制作，比方讲，用冷冻的氮气去在急速冷却，就我记得零下200多度吧，就冷却某些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口感跟呃平常吃的味道就不太会一样了，即便它是一样的东西哦。简单讲，这种类型的独特性，这种也是独特性的一种哈，这是新的发明。那另外呢，其实我这边讲的独特性，并不是讲这个，因为这样子，如果说你是第一个发明，当然你是独特性，但是如果能够做分子料理的那些仪器，像我之前有看过，有人要把这个所谓的雪茄烟哦，不是香烟哦，烟叶的味道呢，加到这个，比如说烧烤的牛排里面去。你说什么要怎么加？是有在煎牛排的时候有人慢慢抽雪茄吗？不是的，他是要把这个烟味浓缩最好是，他去研究的是烟，比如雪茄烟有什么成分，然后透过我看过的仪器，有点像是在做这个蒸馏酒的萃取那种方式，然后把这些燃烧的这个雪茄的烟呢，透过什么方式去做出来？它当然还是一个附着物了，然后让这个附着的物体呢，上面就有雪茄的烟的那个，应该雪茄的香味的的一个类似调味料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可能在煎牛排的时候，你上面再放这一层。其实雪茄好了，雪茄甚至抽起来闻起来有一点莓果的味道。我之前提过了，就是说，在雪茄跟香烟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都是用烟叶去做的。当然，烟叶有不同的品种，像那个烟草哈，只是烟叶是很大一片一片一片片那样长起来的。雪茄的在做雪茄的烟叶是把叶子就像采葡萄一样，把那叶子采下来，它是一个原料，然后它是用别的方式去发酵的。发酵完了之后，它也会把不同烟叶把它做组合，然后再用一个大的烟叶，然后传统上了正统上的当大的烟叶把它包起来，所以血压通常都比香烟要粗很多。然后那个如果你要尝到最完美完整的，就是也不要太小，太小其实它是有切半的，或是卷的那叶子比较少，那就少了一些味道了。那它是一个，你说雪茄是，的确它也是会有尼古丁，但是就像酒一样，它其实是你可以把它定位成为，也可以当做食物来看待，只是它没办法吃饱，那个喝酒也没有办法让你喝饱啊，就是喝完肚子不饿了，不会，它是属于享乐的东西哈。我把话题绕回来，就是说，嗯，如果说你是第一个前几个做分子料理的，你设计仪器出来的话，当然你东西有独特性嘛。但是我要讲的独特性呢，我更英文叫做 appreciate，就是说我更欣赏，我更佩服的是那种，比方讲凯撒沙拉好了，每一就是很多西餐厅都会做嘛，你上 Google Map 点那些比较中等价位的西餐厅，它基本上都有凯撒沙拉嘛，它里面顶多就是加凯撒酱啊，干的面包屑啊，salmon 啊，鲑鱼啊，好新鲜罗勒那个不罗勒那个，反正新鲜的那种卷心菜啊什么的啊，然后那个 cheese 弄那个 cheese 去拌嘛，甚至会加一点提鱼酱等等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些可能搞不好再加一点番茄。那有些可能我再加点松子啊，再加一些
看看那菜色可能多，那种沙拉的菜更多一点，也许，但这些东西就是呃那种对我来讲就独特性没有那么强。为什么？就是你这样加值比别人加，那我举个例子哦，就是在现实中，其实经营餐厅不容易哦。很多师傅认为，很多小师傅觉得，特别是寿司店的师傅，我会叫货了，我就可以独立出去了，就是2把刀而已啊。然后就是会订料理，然后煮个醋饭，然后那个寿司大概去买酱菜的时候是有教各种什么凉饭握什么几握那个，或是反正就基本上你就是把鱼料放在饭上面，他们就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差很多的啦，真的差很多。然后那种根本完全就不能讲是独特性的东西，所以我刚刚举凯撒沙拉那个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些网络上这些餐厅的播出来的这个照片啊，有些东西以我这个年纪来讲，我甚至不用吃，我看它的那个弄出来的那个样子，我就大概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味道了。那你都已经知道什么味道的话，除非我真的是，比如说我是凯撒沙拉的狂魔，我就一定要吃凯撒沙拉。如果我真的是狂魔，我一定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弄，因为那些料其实很简单。所以，如果你的餐厅里面真的有这样，就是你去的餐厅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东西，你会去点吗？你是凯撒沙拉迷，你会去点，可是那种东西就是你怎么讲呢？就好像吃泡面一样，你还没有吃，你买回来就是满汉大餐，什么牛肉面啊，不管日本人、韩国人多喜欢，那个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比较熟悉的味道啊。维力炸酱面也是啊，是很好吃啦，但是当你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也许你会去挑别的。我想，也许这个东西没有强迫性，所以独特性的东西就是要走出这个出来所以也就是因为有独特性这种，我认为它是美味的因子或意义，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你有独特性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些新的创造出来。独特是由创造而产生的嘛，或者那种创造可能是做出一个新的东西，比如说用分子料理，或者是说在原有旧的东西、原有旧的窠臼上面去做改善、改良、提升等等的，而且这种提升是让别人猜不太透的。那样子的话呢，你就成功了，你就成功了。其实独特性呢，跟你的想象力是很有关系的。如果说你不是其实我觉得跟你的烹调年资，或者是你吃饭的年资那些都没有关系，而是就是你勇于尝试，或者是勇于去思考，勇于去做组合。我这边有写就是我回到我以上没有看稿嘛，但是我有讲过，我这篇文章其实我是由我写的稿件里面，然后再来延伸的。我这边写说第5个重点是独特性。什么叫独特性？这一道菜，这一道菜只有在某一间餐厅吃得到，或者它做得特别好，那就是一种独特性，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然后许多人把独特性误以为是创意创意私厨啊，创意料理啊，什么还是手工创意啊什么的，这也没有错。但创意得是好的创意，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搞。独特性所谓的创意，正确展现的基础是在于先满足我前面所提到的温度啊、复杂性啊、平衡感啊、浓度啊这些种种这些要素，然后你再去发挥你的创意独特性，因为
前面那几个要素如果都满足，基本上你的东西就不可能太难吃了。那不可能太难吃的话，接下来你就考虑到竞争性的问题嘛。那竞争性的话，就是你要弄一些属于你独门诀窍的东西嘛，那就是独特性。我这边举个例子所以独特性我们就乱弄吗？麻辣烫的鸭血佐法国菜很喜欢这样讲我们翻译麻辣烫鸭血佐榴莲冰淇淋。各位想象一个刚捞上的麻辣烫的鸭血这个壳，然后上面再弄2球榴莲的冰淇淋，这样的组合吃起来一定会很怪，因为第一个温度不对，香气也有冲突，然后入口的口感和味道也不一样，就是不平衡。所以如果以创意来讲，我没有吃过这个料理很有创意，但是只能得到对我来讲只能得到0分。是你不用去吃，你自己想象，这个就会很有问题的。单单那个麻辣烫的鸭血这样端上来热腾腾的榴莲冰淇淋弄在上面，一下就融进去，鸭血再融榴莲冰淇淋在里面，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有创意，但是得0分。只是呢，很奇怪，许多台湾餐厅会推出一些不平衡，其实不是只有台湾餐厅啊，你看日本节目也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种怪料理名字为创作料理，实际上就是胡搞。胡搞就是不是在因为它有前面的我刚刚讲前面那几个那种，它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下去做提升，而只是胡搞而已。许多台湾餐厅会推出不平衡、温度不对、没有复杂性的创意菜可能你的餐厅装潢的很好，餐桌的摆盘很美丽再加上你又会做公关、媒体的报道，时刻一时趋之若鹜。但是那种笨蛋的式的行销、低廉的价格以及不好吃的料理，就造就了市场上老是一堆那种生存时间很短，因为没有创意嘛，做起来又不好吃嘛，所以生存时间很短，而且料理是不知所谓的那种餐厅。那其实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因为就好像一个餐厅希望提升这个转桌率嘛，就是客人吃完赶快走，房东也希望提高我这个房租出租出去的转租率嘛，因为每次进来我价格就可以提升一点，然后做装潢的朋友当然更喜欢做装潢的朋友就又要重新来了，那我们就重新再装潢一次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师什么大家都赚钱，然后这赚钱影响到上下游，物流业者也赚钱就是食材提供业者也赚钱，又有新的可以开发了。所以如果是食材公司的话，一定是3不5时去东区，以前的东区西门町或者反正有开很多餐厅的地方，你都去绕，因为你知道那种餐厅呢，能够撑，不要讲说撑10年，能够撑1年就很了不起了。我自己有吃过很多餐厅，然后可能也是很好的厨师去弄的然后甚至是嗯就很有理想性。可是很有理想性呢，并不代表你会成功，因为经营餐厅其实有太多的细节了。你看，你你也要有，不是只有管理者，不是只有厨师，你还要有时刻的角度去思考所有的细节。那这些细节呢，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包括停车，对不对？如果你还要餐酒搭配的话，停车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会哦。那你说，本来就不能开车那也对，所以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开的餐厅，你能够涵盖多少方圆多少距离里面的这些食客？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住在宜兰，你台北开一间餐厅，我要去吃，我要花多少成本？
开车去要不要有油钱？要，来回嘛，至少2个小时嘛。然后我要不要停车？要停车，而且还不是路边停车哦，因为酒后不开车，所以我一定还要找个至少一个干净的旅馆可以睡觉嘛，不一定要观光旅馆，你那种一般的那种2星啊什么那种，只要干干净净商务旅馆就可以了。那不要炮房，因为感觉就住起来会觉得不太卫生的感觉。那停车停哪里呢？我曾经有一次去台北吃饭，停路边，结果第二天去开车的时候，停在停车场了，不是路边，路边的停车场。然后我去缴费的时候，缴了1700多块钱。哎，我吃那个餐，我记得好像5000块钱吧。所以你想想看，为了吃那顿料理，那顿料理4、5千块钱吧，然后一个人，那你再加上1700就，然后住宿大概要2、3千块钱嘛，然后这样开车，花了至少花了差不多1万块钱吃一顿饭还不止哦。然后那个酒全部都是我带的，因为我当时是跟一个女性的朋友去吃饭，然后最主要是吃完又很累，为什么？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呢，这种整个很饱就很难睡，然后你到旅馆，你在家里睡也就算了，到旅馆睡的时候11点前通常11点你就是要离开了嘛。那刚睡起来，你马上要离开，你可能还要冲个澡，你要上个厕所，你早餐也没有吃，然后匆匆忙忙还要旅馆不一定附有停车位，不然真的停车位也是要钱的。那你还跑去取你的车子，然后拦计程车，然后因为有过夜，有大包小包，又带酒什么东西，原来有带酒嘛，即使后来都送给吃饭的人了。但是总是很麻烦呢、而且我之前某些酒，我去台北吃饭的时候，我还要特别，除了因为家里可能没有那一瓶，我还要特别去台北我的酒柜里面去去拿那个酒，所以我还要提早去到那个酒商那边，我的酒柜，我要去取酒的时候呢，我还要找地方停车，然后再去那个去找酒，就是那个酒商那边去找我要的酒，我去租了酒柜里面去翻，那花很多时间啊。等于是我晚上要吃饭，我大概中午前我就一定要出门了，而且我还要打包好行李，然后换洗衣物，然后这个嗯，包含这边有的酒，然后也要带着保温也要弄好，然后再到台北去找，开车到台北去呢，也许停好车之后，再搭计程车去找酒，拿好酒了之后，在6点以前赶到餐厅去吃饭。那吃饭喝完酒之后呢，吃的很开心，很开心什么的。所以我之前跟我找一些朋友说，我说像这样一定是 AA 制，不是说我省这个钱，而是说我连你都没有见过，我干嘛请你？然后这一点，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什么男生不够，你有钱就要什么？我有我有没有钱，跟我要不要请你是两回事。朋友是互相的，这个你说男生就要请女生吃饭，你最好是有些女孩子这样讲，最好是你的老公、男朋友跟他女同事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也是请这女同事吃饭，或是晚上工作的稍微加班晚一点，他们两个去吃饭的时候，你老公也是请他吃饭，这时候你再跟我讲说这很正常，AA 制嘛，哎，不要 AA 制，男生就应该请女生吃饭，吃1000多块钱没有关系啊，我老公会赚钱呐、那跟你老公会赚钱有关系吗？你自己去思考，这样想就好了。我觉得其实你也不用那么看清自己啊，女孩子也是你有能力花钱赚钱，你要有能力花钱啊。那你说男生难道你就打扮就不用花钱吗？我刚讲那一段整个要不要花钱？那一顿下来的那些钱呢？这个
我没有提到的部分呢，这个你们不知道的部分，我现在提给你们听了，你就知道中间有多少细节要处理。万一那女生吃的东西你又不喜欢怎么办？所以就是那个餐厅氛围你不喜欢怎么办？那很多东西是很麻烦的。真的年纪越大，有时候就觉得，其实我有在用交友软体，但是年纪越大，有时候就觉得，有时候自己吃饭会比较轻松。那不然的话，就找熟悉的朋友们呢，大家熟悉的朋友们，大家一起去吃饭。可是熟悉的朋友呢，很多老朋友呢，现在相聚越来越困难了，因为这个大家都年纪都大了嘛，各自有很多各自自己的私人的事情。那最好就是找不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然后就我干嘛请你？我请你喝的那些酒呢，就可能就已经假定4款酒，比如说葡萄酒的话，3款4款酒，3款好了，那加起来钱绝对超过，以当时买价可能就已经超过15000了，现在可能搞不好早就不止了，因为我会拿搞不好1990年的意大利酒，那个东西你在市场上买很困难的，所以不要讲说我没有在请你们吃，然后什么 AA 制什么有的没有的，如果真的要 AA 的话，那个你知道你吃的那顿饭要花多少钱吗？你可能5、6千块钱的餐费，然后酒钱，如果我真的很强调跟你 AA 的话，你酒钱可能要给我1万多块钱，就单纯你的部分，那傻傻的都不知道啊。而且你要知道男生的心态嘛，就是今天你第一次其实或者是前几次各自付各自的呢，彼此都互相观察。如果说，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吃到很贵的餐厅，因为餐厅我通常交给女孩子选，一方面是你既然要 AA 嘛，你可以垫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个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吃的餐厅，那我来配合你没有关系。那比较麻烦的就是开瓶费了，开瓶费的东西以后我再开一篇特别来谈。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嗯，大家先互相的彼此互相的，还是有一个界限在那边。等到稍微熟一点，也聊天、吃饭、聊天的过程，这样喝酒，你就越来越了解这个我了解你，你了解我，然后慢慢的呢，在餐桌上比较容易去观察到一个人的样子，比你去发简讯，比你讲电话，那更容易去理解、了解肢体动作啊、表情啊、眼神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包含入座的行为举止啊等等的，慢慢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到底。假定你们是因为要有特定目的要认识的话，不然都是像我这样纯粹只是因为找朋友大家一起吃饭，大家已经讲好了，那讲好确认的时候呢，你不用跟我讲你的真名都无所谓，我们就是吃饭闲聊。聊最近大罢免啊，聊台湾发生的事情，聊国外的事情，如果你要问我酒的东西，或是你有什么专业的东西，我要跟你请教啊，那个这个大家都可以讨论，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认识人不见一定要变男女朋友啊，可能太多女孩子会觉得台湾太多那种怪人吧，所以有时候像我有时候跟朋友们认识，我跟你要个 line，我并不是没事我要打电话给你聊，其实我很不喜欢打字，我只是不喜欢沟通的方式是用打字的，有时候讲的比较快，讲完就关完电话啦，就真的又很简单。那你要封锁也很简单啦，所以你要坚持那些有的没有的，其实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哦，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怎么废话就讲了这么多了？好，赶快讲完。我最后讲到的就是说那些很有创意的餐厅呢，结果很快就倒了，即便是呃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即便是你真的是有创意，而且是好的创意，可是你不懂得管理整个餐厅的话，管理包含人事、物料、库存，还有行销这些等等的。我刚为什么提到说我去吃饭要花这么多钱？最主要是要讲说，我有曾经跟一个餐厅老板讲，我说你定这个价位，然后呃
收开瓶费，这个当然 OK，但是人家带了酒来，你又标榜就是我要让人家能够餐酒搭配，那你要带这酒来，就不能自己开车了嘛？啊，停车也是问题，然后也不能酒驾啊，然后这个整个，我例如说整个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就说他要加上不管代驾或者是坐车，台北现在计程车费很贵，而且也越来越难叫到车子，然后花费的时间，然后再加上什么吃饭再付这开瓶费什么，全部都让哗不啷当全部加在一起，这是客人的角度啦，就是以我的角度我来思考，我不会觉得这样吃个饭好麻烦哦。然后你加上你要准时啊，以台北那种你要约6点要吃饭的餐厅，那是我还在台北的时候，哇，我大概我去公司之前，我就所有东西都要准备好，早上就开始准备了。那如果是我是从家里出发，我们是礼拜六、礼拜天吃饭的话，那我可能也是要提早就开始要弄很多东西，然后这个整个吃饭的成本价格也很高。然后老板回答我说，他如果在乎这些东西的话，他就不是我的客人。他要是这样讲有没有错？没有错。他菜有没有独特性？有，现在还没有营业，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呢，不是这样的餐厅不能存在，而是说从各个面向、各个角度去思考，独特性是不是一定要表现在料理？不会啊，表现你开餐厅地点也是一种独特性啊，开餐厅的方式也是一种独特性啊，这个都是独特性的广义的解释。我曾经在一个很漂亮的山头上面吃到很好吃的呃茶日本那叫什么？他们叫什么教啊？不是禅风吗？那种类似那种，就是日本特有的风味的这样子的那种味道，庭园啊什么的。然后呢，那是我偶尔发现，在一个独立的小山头上面，现在已经没有了啦。但是我发现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向都只有熟客才知道，结果被我开车无意了。那个要上去爬那个路是很小的路哦，是一般车子很难走的路哦。所以我当时是跟当时的女朋友，呃，我就请她雇车，然后我就走那个山路走上去看，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小招牌上面看，哦，一个餐厅开在这里，后来我就带我母亲啊、女朋友啊、母亲啊什么的，我们就一再去观光那间店、那间餐厅，我跟他们也都认识了，然后后来还有搬走了，但是就变好朋友了。那也有独特性啊，而且他的菜其实做的很好吃，就是说，你看那种独特性的部分呢，它可以从很多个面向、很多个角度去切，那你就要去，如果你思考的点越多越细的话呢，在不知不觉中，你的店就会变成名店了，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不是想到这里的话，我的结论就是说，一堆生存时间很短，而且料理不知所谓的餐厅，那最后赚钱的大概就是房东及装潢公司吧。这是第5点哈，我现在加强一下速度。温度、复杂性、平衡感，是我认为还有刚讲浓厚哦，这个其实温度、复杂性及平衡感是我认为对于品尝者最重要的3项公约数哦。浓厚或者是浓郁哦，是正确的温度下品尝到具有复杂性及平衡感的料理。我再重复一次哦，温度、复杂、平衡是我认为品尝者最重要的3项公约数。浓厚或者所谓的浓郁这样子的形容词呢，是在正确的温度品尝到具有复杂性及平衡感的料理。所以我把浓度放在第4个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前面3个都要满足的时候，第4个出现才会有意义哦。味道好吃到一个极限的瞬间感受，对，哎呀，好好吃哦，那感觉就很像一句正拳哦，直接打在你的脸上，击中你的口腔一样。
而独特性呢，只是我认为会影响你的客人会不会常去拜访的重要因子。对于餐厅而言，或是对食客而言，你会不会常去这家餐厅吃饭？如果吃到说你都觉得你还没有去，你都知道说它什么味道的话呢，你还会很想去的话呢，那要么就是你很喜欢吃这种料理，好，要么的话就是它的独特性实在太强了。我记得我不知道哪里看过报道，就是好像喜欢吃那一家菜的味道，明明就是同样的菜，为什么我又特别喜欢吃那家菜？我忘记在大陆还是哪里发生了，里面加了罂粟花啊什么，反正加类似毒品这样的东西啦，有的人都吃上瘾了，所以会想要去吃，想要去吃这样子，就是那种它的独特性是，这也是独特性啊，只是后来被检举了嘛。好像是台湾发生的新闻，是吃那个凉面，觉得那个凉面很好吃吧？啊，报案警察，我觉得，这是凉面很好吃，因为它里面有加什么罂粟籽，其实是一个合法的料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后来就被人家检举，就是被发现了啊。我这边写说，独特性是我认为会影响去拜访的重要因子啊，不论是对餐厅或对食客而言。然后所以我把它归类在它是美味的公约数之一。能够把上述五者做得很好的餐厅，才是够美味的餐厅。那讲了半天呢，各位可能就会提到，有些朋友我们其实这是很多文青餐厅会去想的问题啊。我不是没有写，我是放在这边才写，因为我觉得它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它是有加分，但是没有的话啦，真的很烂会减分。但是如果只是一般般的话呢，顶多加一点点分，或者是说，对我来讲，前面不及格，后面讲的这个及格其实没有用。什么东西呢？我这边就写了，我不认为它是美味的，因子，它的意义，我不认为它是，因为有它其他的东西没有的话，那个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所谓的美味啊，是吃东西，味觉和嗅觉，当然视觉也很重要，但是味觉和嗅觉是最后才是营养吃饱的关键，懂吗？不然的话，餐厅就是不是监狱就发一个什么那些照片就好了，那些美食照片，然后每次吃饭就旁边就是酱油盐，然后再加上白饭，这样吃。所以你有可能因为眼睛看这些东西，然后觉得很好吃，吃饱吗？不会嘛。但是你会经过一个烤鳗鱼的一个餐厅，你闻到那烤鳗鱼的香气，觉得好好吃的样子，你就你可能就会想要进去吃了。或者是说，它真的端上，你看到真正入口的时候，发觉真的很好吃的时候，又浓郁又美味，又什么什么平衡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温度也刚刚好的时候，你吃起来就好好吃哦。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这边写的是，除了以上5点之外，第6点就是很多很多新形态的餐厅会考虑到的，包含从装潢开始从大致装潢，小至摆盘。我这边提到就是说，至于摆盘，所谓美学的部分，算不算是美味的因子呢？算，当然算。我叫你在旁边是一个猪舍，然后旁边一个餐厅，那个味道一直飘过来，这样它具备了我前面讲的这5个重要的因子这个，可是你会觉得东西好吃吗？不会嘛，你会觉得说，你这个地点选择这个，或是旁边的视野就是垃圾场啊，或是远远地方看到就是那种仙人的这个晚上的群居地啊什么的，你会觉得怪怪的嘛？所以我说好的是当然算，所以我并没有否定这一点摆盘甚至装潢，好的视觉享受会引发刚开始的食欲，它是隐性的开关，
开端呐哈，但不是味觉爆炸的终点。好，就再讲一次哦，好的视觉享受就是眼睛哈，视觉会引发初始的食欲，刚开始的食欲，它是隐性的开端，开始点火了，但是不是味觉爆炸的终点。那个隐性可能烧到后面就是湿的，那味道在嘴巴里面爆炸不出来。隐性点燃可能最后连接的是没有炸药的空包弹，结果可能就是不好吃的意思哈。然后我这边有写到说，我挂胡了，我说这是台湾大多数餐厅的通病，为了摆盘而摆盘，或认为有摆盘就可以跟客人交代了，但是这个其实是我承认它是美食的意义里面，美味的定义里面的其中一环，但是它应该放在第6项来考虑。摆盘是额外，是次要，但有最好，有当然最好啊，可以加分。然后特别是像现在网络年代呢，通常吃饭是相机先吃嘛，所以相机先吃的话，你要记录，我自己都会记录啊，所以这个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太讲究记录的话呢，那个你根本品尝不到菜的美味，但那温度这个部分就不及格了哦。所以我才会把温度放到最前面来谈。其实它就是时间啊，就是你吃饭的能不能及时的吃到它的最美味的状况。一碗面，一碗拉面，一碗牛肉面，一碗炒牛肉，一个什么烤的龙虾什么的，有的没有的，端上来了之后，你没有马上吃的话，因为理论上餐厅端上来一定是他认为是最好的 serve 的温度了，所以有些餐厅，比如说杯子啤酒杯，它甚至会冰着，对不对？然后那个盘子，如果是牛排盘子会加热等等，它不是说都是有考虑到温度的因子在里面啊。摆盘是额外，所以它的重要性要放在温度复杂性、平衡性以及浓厚这个味道的后面，它是第6项，第六项对，第5项、第6项，反正就是1、2、3、4，对，第5项哈。广义的说呢，摆盘甚至可以算在所谓的我前面讲的这种创意性里面。创意性，那创意性呢，其实就是你还是要先考虑到前面的那些东西哦。美学是餐桌上必须注意的部分，它是属于视觉跟嗅觉都一样，都是会影响到食欲的2大初始因子。初始就是刚开始的因子，但是你真正的吃饭呢，还是在味觉。所谓的味觉，就是你真正的品尝到的东西的味道了。视觉、嗅觉虽然有助于吸引及加分，但吃的味觉更为重要，而且它才是关键。在餐桌前，我们是吃东西，而不是看东西。不然你就买食谱回来看就好了，每天翻开每一页不一样，然后配白饭吃就好了，不可能嘛。好看但不好吃，那就本末倒置了。本末倒置了。因为我本来想再加一个2个例子哈，一个是有一个朋友，因为拜一些朋友们，他们认为我也很有经验，所传播出来的名声的关系呢，有些开餐厅的朋友会请我先去试吃。我有好几家餐厅我去试吃过了，或是有些餐厅它新的菜我去的时候，他会跟我讲，你要不要试试看？我都有付钱哦，当然也有没有付钱，因为老板是不给我付，我也没办法。我吃一次，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讲，或是我去观察这餐厅的状况是怎么样。我反正如果有吃人家东西，我一定要做到
我觉得应该要做的工作，就好像试酒一样，就在这拿到一些样本酒，我试了之后，我也跟一些朋友们讲哪些酒是可以的，到时候，所以有一群跟着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加我的会员是要收钱的，他们只是加入啊，然后拿酒什么，因为我会帮他们把关，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在哪里，他们知道我跟餐厅或是不要讲餐厅，跟酒商在谈的时候，我的坚持点在哪里。那不然宁愿就不要赚这个钱啊。但是如果我做的时候，我当然是要赚钱的啊，因为我有付出我的时间成本，还有我的经验，时间成本啊，经验，还有我的甚至我的健康等等的，好，所以这些还有脑力。但是啊，这话题就讲歪了哦。那今天呢，因为时间上来不及，我刚刚谈 AA 制的部分讲太多了，所以我现在两个例子我就不提了。其实呃，我像我讲这个例子呢，什么例子先不谈了，不重要。但是我在提这个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我有去解释，按照我前面讲的那几点那些东西，这个为什么让我觉得这道菜很好吃哈？然后我接下来就要提到说，我在这个影片一开始就提到，我会提到餐酒搭配的部分哦。我说呢，这个例子我这边就不提了，以后有空我再来特别讲哦。也许它已经是一道很完美的料理了。按照我前面写的这些东西来讲，美味的部分呢，实则无需太多额外的酒来加持。请注意这一点哦，我再念一遍哦。美味的食物，美味的部分，实际上不需要太多额外的酒来加持。选酒搭配，因为餐桌上多了酒精，可以让气氛更为欢乐啊，这是可以的。好吃又喝醉，岂不快哉？好，这是我的一个结论。这是当年十几年前，大概12、13年前写的东西哦。但是我现在想法又不一样了哦。我这边写的是美味的部分，实则无需太多额外的酒来加持，但是选酒来搭配，因为餐桌上多了酒精，哦，酒精又会让人比较放松嘛，所以让气氛更为欢乐，所以好吃又喝醉，岂不快哉？我是这样讲，但是现在的我呢，想法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应该不会是下一集了，因为我不想要同时聊一个东西就一个系列就讲太长，好像是上课一样。但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在这个3集里面提出来的，从一开始就讲了，我就说各位可以去想想看的，因为我这边提到了说，我既然追求是美味的料理，它本身已经很完美了，那美味的部分如果它已经都完全都符合了，你不太需要额外的酒来加持。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很完美了。完美是什么？不是100分，你至少是90几分了。那你酒再加进来之后，你觉得它会加分还是减分？有人跟我讲说会加分，因为喝酒会怎么样？怎么？嗯，会啊，会。但是要能够做到这种情形很少，就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到时候会把另外一篇文章我把它念完或者解释完，就是我要提到了一点，就是对于酒，不管是清酒、不管是蒸馏酒或者是就是一般酿造酒，不管是清酒、葡萄酒或者其他酒种、利口酒等等，他们有的带有甜味，有的有很强的酸味，有的有很浓厚的脂味乌妈咪哈。那当然酒精是免不了的，酒酒酒，不管是哪一种酒，
他在餐桌上的角色，或从厨房到餐桌上的角色，他到底是饮料还是配料？饮料还是配料？这个东西呢，就会连回到我们刚刚在谈的这3集在谈的所谓美味料理的意义的定义，何谓美味的料理？那酒是饮料还是配料？如果你要把它加进来的时候，那所谓的完美，通常就是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东西，对不对？可能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或是换个角度讲，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东西？这个讲话，这是我突然想到的，我都没有不敬的意思，因为女孩子比较会打扮嘛，有的女孩子可能，我没有不敬的意思，我纯粹就是用干净的心情来讲，可能她身材已经非常好了。我讲的就是说，即便她只穿个比基尼，或者是你有幸你是她的老公啊、丈夫、先生哈，你有看她这个，因为在国外裸体也是艺术嘛，就是那种已经很漂亮了，那身材比例、五官啊，这个都很好了。那我说这么完美的，上天给你这么完美的一个身材比例、脸孔哦，这个各个部位又就是该有的有，该大的大，该少的少，什么有的没有的。可是他可不可以？不是他可不可以啊？可是他穿衣服起来是有另外一种风味的，另外一种韵味的。对男人来讲，可能有时候是对男人，然后对女生也是一样。有时候就是衣服是还有加分的效果，甚至连发型，甚至连香水或者是一些耳环啊、装饰啊、包包啊什么的，鞋子啊什么，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外加一些东西在上面的时候呢？其实本来已经很完美的，那你外加之后可能是另外一种完美。我不要用更完美来形容，是另外一种完美。那既然是同一个人，有这个也完美，那样也完美，可是完美理论上来讲就是最 the best，没有之一啊。所以我用的是美味的定义，但是不是完美料理的定义，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料理。好，这是我的结论。但是可以，就是有公约数的部分，就是我刚提的这些，就这3集提的这些东西。很抱歉，今天在谈 AA4的部分，有些人不喜欢听了，但是我讲的是一些，至少我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男性的，有些人是因为觉得男生没有钱或什么的，可是有钱有时候也不是这样乱花的，因为除非你只想 K 人家一顿，如果你是要跟人家相处的话，你就要思考说，怎么样让人家对你会有好的印象。那这段话其实本来不应该是放在这种场合来讲，我应该把那个时间拿来解释这个某一道料理的。但是我想我讲那么多呢，其实讲了这么多这个例子呢，其实先要举这个，因为写文章的时候我举例子嘛，因为写文章不像我讲了随口讲起来就是例子，那所以我在文章里面我有一段历史，大概几百个字，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餐厅其实后来也收掉了，因为他师傅是一个新加坡人，已经回去了，所以讲了你们也吃不到。我有拍照片出来，可那照片呢，因为10几年前照片比较不清楚，所以给我看看能不能放在那个这个首页上面，如果不行我就 pick some boy 随便选一张照片来当做看头了。就这样子了，因为我的风格不是属于那种中间穿插图片，我一个人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我甚至今天本来想用4K 来录了，可是我觉得
我这边没有开这种，我不像那些中配人开美颜啊，看到人都不认识。我长这样出去也是这样子啦，只是这镜头里面会更胖一点啦。虽然我本身真的变好比较胖了，那年纪大了，这个代谢比较慢了啊，但是这就是我本人的样子哦。那我期待这个频道能够继续的录下去，因为这样讲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舒压，就是可以把新的想法呢很快的讲出来。从一开始这样讲的哩哩啦啦，到现在可以比较，我发觉弄的一些题词就是纲要性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会即使讲歪了，我都还再拖回来。然后时间控制虽然还是不行，但是呃，因为慢慢后来也加上字幕了，虽然说有些字幕它会出错，我也因为改字幕要改很久，所以有时候我懒得改，因为我想说我讲慢一点，让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因为我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要让台湾的人听得到这些声音。那如果有不是台湾的人呢？比方讲说其他华人地区哈，我们不会否认说他们是华人地区简体中文区的，那你应该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另外就是说我翻译的一些日文、英文呢，用 AI 来翻译的那个部分呢，呃，勉强了。我想应该大家也，如果你是日本人，或是你是懂英文的外国人，应该也大概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虽然我的知识范围这个比较限制在国内，但是因为西方人不懂得清酒，太多人不懂得清酒，那很多日本人也不懂得葡萄酒，甚至他也不懂得清酒，或是日本酒的部分。那我这样讲，我希望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今天要早点休息，因为现在也10点了，这几天都很晚才睡觉，然后我觉得又感冒，昨天回来还是来看了医生，好好休息。好，拜拜。这一期的字幕我会先直接翻译好，我会丢上去哈，我不太会去修。我等到我明天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把那字幕叫出来，再把它修正一下哈。所以可能会暂时只先丢上中文的字幕而已，不然日文、英文那个要靠等到我中文修正完之后再去翻译，不然它会出错。拜拜，晚安。